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比较多，一个是讲中国的奥运会就是中国参加奥运会另外一个就是中港股市，还有一个就讲腾讯。如果有时间我们再讲讲王毅给美国划线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先讲讲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正在举行。那么27号最新的统计那么日本排名第一，是10枚金牌，3枚银牌，5枚铜牌，总共是18枚。美国排第二，9枚金牌这个7枚银牌，8枚铜牌，24枚奖牌。中国排第三，9枚金牌，5枚银牌，7枚铜牌，21枚总共是21枚。那么过往的情况是什么呢？过往的情况就是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运会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北京奥运会呢是48枚金牌，22枚银牌，30枚铜牌，总共是100枚奖牌。那么雅典奥运会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呢总牌数是101，但是金牌明显少很多，金牌只有36枚。那然后呢，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那么中国的奥运奖牌和金牌，主要是金牌拾级而下那么伦敦38，里约就26那么里约是表现的比这个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还要差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年的情况是什么呢？今年的情况是中国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是777名运动员，那么创这个中国代表团最大的规模那么7月14号这个中国代表团成立然后这个团长就是体育总局的局长叫苟仲文苟仲文就公布他的参赛目标是要遏制这个体育成绩下降的趋势，确保这个金牌榜在这个第一序列就在排在前面不能掉下去那么然后就官方媒体就预分析那么中国在哪几个领域会拿金牌呢？跳水、举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体操总共是6大项，中国的优势的项目这个六大项的项目呢，大概是这样就是跳水希望是保6，争7望8就是保6就保底是6枚金牌，争7希望能够争取到7枚那么好的话运气好就是8枚周继红很有名的一个跳水运动员，后来成为这个跳水队的总教练周继红说希望能够包揽整个奥运会的金牌，但现在肯定是实现不了了然后是举重举重是保5争6望7望8然后是乒乓球也是希望全保全揽金牌，但肯定是已经实现不了了，因为混双已经被日本拿了羽毛球也是争取3枚金牌，射击2枚体操上届奥运会就没有拿到任何1枚金牌，那么这次呢但是拿到了2枚铜牌那比赛到今天中国队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国队的情况就不大理想。那么女足7月21号女足先是败给了巴西，然后是女排输给了这个土耳其，大败0-3大败然后乒乓球就是混双是输给了日本然后就是举重是55公斤
55公斤本来中国是有优势的，然后廖秋云输给了谁呢？输给菲律宾选手啊！菲律宾选手好像我好像看了一眼，不记得了，不记得，好像是最年轻的运动员，好像是啊，这一届啊。然后是100米蝶泳啊，大家都知道了，张雨欣输给了这个加拿大的华裔选手啊，他是一名中国的弃婴啊，有人更正我说是不是弃婴啊，是卖婴，还是弃婴吧，我们用既定的词汇比较好。然后是男子双人10米跳台输给了英国啊，体操队7月26号体操队决赛，那么中国队排第3，败给了俄罗斯和日本啊。射击双向飞碟啊，中国选手败给了美国和意大利。然后7月27号，中国女排再败给美国啊，所以呢，基本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形势不大乐观啊。虽然这个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赛事，但是你看开局有点不利啊。你看，中国在强，中国一般来说呢，在前期会得比较多的奖牌，因为中国的这个优势的项目都在前期。美国呢，通常在后期啊。美国因为什么后期？就是田径一出来，美国就会往前跑，因为美国的田径非常的强啊。那么中国当然我们要讲中国，当然中国运动员跑到奥运会上去，我们为每一个中国的运动员加油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努力啊。那么作为一个运动员啊，他们去竞技场上比赛，那么他为了实现他的梦想，我们为每个运动员加油。但是呢，中国的运动员跑到奥运会的赛场上去，明显是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是不公平的啊。中国包括其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运动员都是职业运动员，那政府包吃包住，提供最好的条件，只干一件事情，你必须把这件事情干好，你要是没干好就得道歉。所以中国的运动员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景观，就是中国运动员上场比赛没打好或者打输了，回来向全国人民道歉。为什么？意思就是我给了你这么好的条件，给你这么好的机会，你没有拿金牌，你就得道歉，这是中国的逻辑啊。世界上有2种逻辑，一种逻辑叫逻辑，一种逻辑叫中国的逻辑，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啊。那当然我还讲中国运动员去奥运竞技场上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中国运动员背后有2样东西，一个叫举国体制，一个叫金牌工程啊。那么举国体制和金牌工程互为表里，金牌工程是在前面，大家看得到是金牌工程，就是拿金牌，后面是用举国体制去支撑这个金牌工程。这个金牌工程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什么要去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这个制度根本就很烂，所以他去证明。因为这个世界上需要证明的东西通常都不是真的，它一定是假的啊。这是我们以前讲过，金牌工程是中共的洗脑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我在这里我就不具体再讲，大家可以去往前去看我有关这个洗脑工程，中共的这个洗脑工程的，它是个非常重要的洗脑工程。那么所以在这个体制之下，你可以看到这种做这个动作有中共有2个老师，一个老师是苏联，另外一个老师叫纳粹啊。纳粹跟苏联都干过这种事情，就是用体育来证明制度的优胜啊。那么所以呢，他就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提供最好的待遇，提供最好的前途啊。那么功成名就背后是钱，
多少钱呢？我们大概来说一下。2012年伦敦奥运会，伦敦奥运会这个拿到第一块奖牌啊，通常是射击运动员，因为射击通常项目安排在前面啊。射击运动员叫易思玲，最终拿到的奖金总共有多少？1000万。所以你说疯不疯？一定会疯嘛，是不是啊？然后2012年，那国家给的，就国家层面，体育总局层面给的奖金是50万啊，就是2012年。但是呢，为什么里约这个奖牌掉下来有影响？为什么？经济没那么好了，经济没那么好怎么办？那么奖金就减一点啊，这个50万减到了20万，那么体育总局再减，那么各个层级都会减啊。当然，不管怎么减，其实还是很多钱啊，包括什么呢？体育总局减奖励，地方政府啊，各个省都会奖啊。你这个运动员是广东省上来哐当给一笔钱，然后还有企业会赞助啊，这个奥运金牌的选手来做代言啊，这个赞助啊，还有企业奖励等等。所以呢，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从奥运会回来获得过千万的收入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啊。所以你比如说这一次奥运会这个运动员第一个金牌叫杨倩，地产商送宁波一个住宅，送一套住宅啊。那么这个房子的7月份的均价是4万块，按照最大的户型178，他这套房子就是700万，所以你很容易就过千万了，对吗？啊，所以那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么大家都挤破头的要去参加奥运会。但是中国参加奥运会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你比如说美国参加奥运会很简单，各个项目比赛啊，超过标准的我定一个标准，超过标准就去参加比赛。中国不是啊，中国是这个领导内定啊，领导内定，因为为什么领导内定啊？领导内定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安排我喜欢的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因为比赛会有很大的收益。这就是中国的腐败，中国的腐败反映在任何一个层面，哪怕你倒杯水都可能有腐败啊。所以呢，奥运选拔不透明，然后你想一下，最上面的这一层是不透明的，从下面往上选，一直选到国家队中间多少个环节啊？从市，甚至从区。区选到市，市选到省，省再选到国家队，这一层层上去，中间都是谁定？官员定。官员听谁的？听教练的。那么教练跟官员之间是有利益关系的啊，这是个利益链条。这个利益链条，所以为什么你看在体校里面最坏的人是谁？就是教练。教练什么坏事都干完了，你去问任何一个中国的运动员，体育运动员，他最恨的人是谁？就是那个教练。你问任何一个运动员，他不会说别人，一定是，除非当然他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啊，一定是那个教练啊。教练像当年的马家军，你问一下马家军里面的那些姑娘们。没一个不恨透的这个马俊仁啊，马俊仁是坏事干尽啊。那么中国还有一个模式，这种模式是什么？这种模式就是训练模式啊，就是从小选拔，一层层选拔上去啊。我就是说从区甚至从县啊选拔，然后去一层一层上体校啊，一条龙上去。这个孩子呢，如果他稍微有点天赋，他这辈子就是干这件事情的了。最后奥运会能参加就参加，参加不了就废了，
他这个人也就废了。所以这个辈子，这些我们叫搞体育的人，要么你当教练，当不了教练，比如说这个刘国梁不错，他跟领导关系挺好，那拿完奥运金牌，把所有的金牌全拿完之后，好，留下来你当教练，依然风光无限。但是那些其他的人就扫地出门。所以其实这些人中国在有个行业叫搞体育的人有点像什么？我一想起这个名词，我就想起一个名词啊，搞体育，我就想起明朝的军户啊。军户是什么哈？军户就是明朝呢户籍制度，它上来就把人分3等。第一等民户就是老百姓，第2等军户就是军人啊。军人，你们家的军户的人家是不用交税赋的，作为条件，你们家的男丁世世代代都要当军人，这是第2个。第3个叫将是最低等。所以在中国什么工匠精神，中国会有工匠精神吗？当然没有，因为将是最低等的人。所以我一想起这个搞体育，我就想起这个军户。军户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当军人？只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们家出了一个这个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只要你家出了一个国防部长，你们家的人就可以不当军人了。你想这是一个，所以你想中国搞体育，我一想起搞体育这件事情，我就想起了军户，就是这个人只能干体育。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机会尝试其他的领域的事情，就是一辈子在干这件事情。就是他变成了什么？在中国，所有搞体育的人都是中共的金牌工程的一个垫脚石。最终非常非常少的人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获得了那1000万的奖金，剩下的全是砖头，牺牲掉他的人生啊。所以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啊，今年中国奥运会不热。不热的原因呢，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呢，它不热，你可以看啊，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奥运会，那这个到处都是金牌榜啊，这个上上下下大家很激动，很牵动亿万的心。那我今年我找金牌榜我还找了半天啊，为什么？不热，媒体首先不热啊。然后你比如说像这个新华社啊、人民日报啊，像各个媒体都居然没有出专版。那以前通常第一打指全是这个奥运会啊，不热。当然我觉得还一个原因是什么？一个原因是今年对这个金牌的期望不高啊，金牌期望不高。第2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媒体不起哄。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当然你金牌得金牌的期望不高，那媒体也不大敢起哄啊。媒体起哄，这个观众才会起哄。你不起哄，那媒体不起哄的原因是不大指望，他也不大好起哄。你怎么起哄？你这一直在下跌，你怎么起哄？怎么说啊？不好说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多事之秋啊，那么今年这个事儿特别多，各种各样的破事很多。那么领导也没那么关注，领导忙得焦头烂额，他没空管这个体育啊。那么领导的关注度没那么高啊。虽然习近平很喜欢看球赛啊，习近平干好多事情都是虎头蛇尾。足球，他喜欢足球啊，喜欢看球啊，喜欢看球赛啊，说要把体育搞起来。这个体育总会开始，这个体育总会也好，这体育总局啊，足球总会也好啊，就开始
收拾，稀里哗啦搞了一通，结果习近平没兴趣了，结果把大家全晾在那儿。你看现在足球这件事情又半吊子工程在那儿，习近平就是这样的，每件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你看这农村厕所搞了多少年了，到现在还是半吊子工程，搞不下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外部环境恶化。你看一下赛场，今年这个赛场的情况，那就颁奖台中间是谁啊？中间是我看是什么颁奖，好像是混双颁奖。台湾正中间，这边是日本，这边是中国。这边日本跟台湾站得很近，中间有一道分界线啊，分界线跟中国的这个运动员就离得很开。这个现场这个气氛不好，然后这个叫什么那个 P 这个 BBC 还不知道 P 谁的一张照片，路透还是 BBC 拍这个举重运动员啊，说他拍的不好看，所以其实中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表象，这个表象反映里面的是什么？里面就是中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在恶化啊。这个赛场的气氛也没那么好啊，然后就这个刘国梁昨天跑出来说，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这个场地比原来小了，意思就是小了我们直拍不利。那你想想看，连这种事情都拿来讲，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形势不大好啊，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年的奥运会，第一个不热。就是媒体不热，运动员不大起劲，然后这个观众呢也不大投入啊，就是今年奥运会的这个情况啊。好，我们今天讲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中港股市持续暴跌，然后外资学习中概股啊，教培行业团灭的这个消息继续发酵。新东方大家知道，新东方肯定是教培行业的旗舰啊。那么新东方内部今天传出来消息说，新东方内部已经在前一阵子已经知道啊，这个教培行业会有严打。其实他们说严打都不对，我说的是团灭啊。然后他们内部就开会，高层开会讨论这个公司转型的问题。你这个行业做不下去呢怎么办？你得转啊，因为这么大的市值这么高的企业，你不能不转啊。然后有人就在这个会上说，要不咱们转行做托儿所吧。这个话说出来，把俞敏洪给说哭了。你想想这多悲伤的事情。那新东方这个如日中天啊，那不久之前吧，1年之前，不用1年之前，就2月份还是如日中天，你现在就这样了啊，什么情况？那么现在这个教培行业被打击的范围不仅仅是包含 K12 的教育这么简单啊，包括成人教育，包括考研，包括留学都会受影响啊。新东方现在的情况，我们昨天说过，新东方现在股价剩个零头啊，股价剩个零头。那这个新东方现在的结局，马云曾经在前几年说过一句话，他这个演讲当中这么说，他说教育一直都会在，但新东方不一定会在啊。那么他说我们这些公司3年以内可能就不存在，这叫什么？这叫一语成谶啊，一语成谶。有个例子，有个人叫王腾，他是高途教育的管理人员啊。那么他在高途教育呢干了3年啊，负责这个政府关系。大家知道，负责政府关系呢，这个消息比较灵通。今年6月初，他就听说要严打，这个教培行业将会迎来这个严打。最坏的结果可能是整个行业变天啊，所以呢，王腾呢就果断离职，然后这2天呢，就有人给
王腾发微信说：“哎呀，你这个太英明了，这果断离职，逃过了这个裁员大潮啊！”王腾就跟他讲，他说：“你这不知道，这个我是离职啊，我离职是非常的英明，但是呢，王腾手里握着一大堆的高途的这个股票，他自己在这干，所以呢，大家记住，你在哪家公司干，就别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啊！这无数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买自己公司的股票。”他自己手上握着一堆高途股票，然后今年就不断的在跌嘛，跌，然后他怎么办呢？这明显是个叫什么白菜什么菜鸟啊，投资菜鸟。他5月份觉得差不多了嘛，他就抄底，5月份去抄底，结果一抄底，这个抄到了他不是抄到了半山腰，他是直接抄到了山顶啊。到了7月22号、7月24号，王腾手里股票损失了多少？95%。王腾说：“你不知道啊，我是这个果断离职啊，但是我给高途白打工了3年，损失嘛啊，连老婆本都赔进去了。实际上呢，像王腾这样的投资者不在少数，因为之前曾经这个出过一些政策啊，其实就之前政策是出过，但是到了5月份，好像这事又安静下来，没再说了。没再说呢，这个股价有些就开始蠢蠢欲动，又开始往回走。就是5月份，很多人又进去了啊，这进去了那损失才多，抄底就是抄底，抄到了半山腰，在这抄底没到半山腰，直接抄到山顶上去了。俞敏洪，新东方的老板，他这个微博发了一段话，我昨天在推特上看见啊，他发一段话怎么说的？他说：“你对新东方到底有多恨，才能在这种艰难时刻还要落井下石？你他妈还有一点人性吗？”这是俞敏洪说的啊。俞敏洪呢，他是新东方美国上市，他持股是 12.4%， 大概是2亿股。那你想一下，新东方2月份的时候最高是20块钱啊，那么俞敏洪手上就握着40亿美元啊，那么现在变成多少钱？现在变成大概我们看看新东方多少钱啊？不看了，大概3块5吧，3块钱左右啊。那他手上就握这个6、7亿，剩下的6、7亿啊，40亿变成6、7亿，什么概念啊？这是一个，所以你想一下，对俞敏洪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挫败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港股跟中港股市暴跌。恒生指数7月27号下跌超过1100点，跌幅达到 4.22%。那么从今年开始年初到现在累计跌了 7.97%， 是 G20 经济体当中表现最差的一个股市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看见没有？跌的最多的就是港股，然后是什么？上证指数，然后是什么？深成指数，其他全是涨的，看见没有？这边往这边是涨，往那边是跌啊，全是涨的啊。涨的最多是谁？法股，然后是美国标普500啊，就这样啊。那么恒生科技指数重挫 7.97%啊，因为腾讯他们都属于科技指数里面，所以一跌，腾讯一跌就恒指跟科技指数都跌。那么今年年初到现在，恒生科技指数跌了 27% 然后就是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分别跌了 2.49% 和 3.67%。那么上证指数今年跌了多少？跌了 2.65%， 深成指数是跌了 2.61%。
连续2天，这个一个是监管风暴，然后就是监管风暴其实是个客气的讲法，就是政策风暴，各种政策风暴啊。然后恒指已经连跌2天，科技股、教育股、医疗股都在急跌。然后跟踪美国98家上市公司最大的中概股，有98个规模最大的中概股的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下跌 7%， 上一个交易日是下跌了 8.5%， 2天加在一起跌了 15%， 这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好，我们看看这些大行投资银行怎么说。高盛给他客户最新的报告说，如果你认为中国的风险已经充分定价，那你就错了，它可能还会更糟糕。高盛、美林现在给美国银行收购，所以它叫美银美林啊。美林给他的客户的建议是远离中概股。然后在这一场中概股的暴跌过程当中，外国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叫先卖出再提问。先卖出再提问就是直接学习，卖掉再说啊。法国巴黎银行它资产管理是5590亿啊，这是个很大的这个投资银行。它在这一轮下跌之前已经降低了这个中概股的仓位，然后在26号的时候进一步降低了中概股的仓位，基本上它就抛得差不多了啊。那么巴黎银行的这个亚洲股票主管陈志凯说，投资者正在评估是否会有更多的行业面临这类情况。哪类情况？就是团灭的情况啊。现在判断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态度是否永久性的转变还为时尚早。近期当局在某些方面还是让投资者更容易的进入资本市场。你看，这还是被中共蒙了吗？他们还没有确定中共对这个私营部门的态度是否永久改变啊。他没有确定，但是其实早就改变，没有，他从来就是这种态度啊。西方投资者还是不完全了解中共。那么专注科技股投资的方舟基金，下面有230亿美元的旗舰基金叫 ARK Innovation， 中国股票的仓位由2月份的 8% 降到了 0.32%， 那基本上没有了啊。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金砖之父 Jim O'Neill 那他发明的金砖4国他这么说，他说中国股市存在太多潜在的因素，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呢，基于我对这个高频数据的跟踪，可能这个股市下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中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已经有几个月了所以其实科技还是很厉害的他已经开始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几个月以来，它的增长和预期不匹配，低于预期几个月那么目前呢，像淡马锡就是新加坡的主权基金那么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也是新加坡的投资企业相当于中金然后是软银愿景资金、加拿大养老基金。其实这个基金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官僚机构，一直在赔钱，这个基金很烂所有出问题的地方都有它这家基金真的是很烂凯雷这些你可以，当然这都是个非常有名的机构了。投资了哪些呢？投资了猿辅导、作业帮、
掌门教育、火花思维等这些教培企业啊，这些企业这些资金等于什么呢？广东话叫金财花水啊，就是把钱扔到水里去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投资风险，或者也可以叫什么政策风险。政策来自哪里？来自政府啊。好，那我们就今天讲这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讲讲腾讯。最近呢，腾讯的微信关闭了所有个人用户注册入口啊，就你没办法通过手机通过这个手机下载的这个微信客户端来注册微信个人用账号，就算你换手机用不同的这个号码都没办法注册。然后腾讯的客服回应，他这么说，他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们正在进行安全技术升级，期间暂停微信个人账号及公众账号新用户注册，升级预计8月初完成，升级完成后将恢复注册，请耐心等待，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有人就说这个微信这次技术升级是为了配合清风计划整治网络环境。清风计划呢是网信办搞的一个暑期成年人这个网络环境整治的一个专项工程啊。那么这个7月21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消息，说这个微信平台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绿色健康的生态环境，然后当天就启动清风计划2021暑期未成年网络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那么整治的内容包括清理直播短视频里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诱导这个未成年人打赏等。如果微信的公众号这个个人账号，然后还包括小程序，包括视频号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处理如果再犯把内容删掉，如果你再犯就永久封号大概是就是说微信停止这个新用户注册，一种说法就是官方的说法是什么？官方的说法是技术升级那么现在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什么？说是这个清风计划。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平台网络管理的，就知道，新用户注册跟这些东西没有1毛钱的关系没有1毛钱的关系。为什么？网络整治也罢，安全升级也罢，它和新用户注册没有业务逻辑关联。就是说你新用户注册你那边要整治就整治呗，你整治跟我新用户你不能假设新用户出来都是违法乱纪的，这个不是一个不正确的假设。新用户注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被惩罚。因为任何一个平台它的存续和发展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新用户注册的基础上。因为一个平台就是来来去去的，你有人进来，有人离开，有人停，有人不用了，然后又有新的人加入，所以新用户注册是所有的平台生存发展的基础。所以没有人会所以任何一个平台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都不会停止新用户注册，这么简单的说。所以新用户注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微信也好，当其他的平台说我停止新用户注册，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外力，没有人会自己关掉。我就算技术升级也不影响我新用户注册，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分开的，这两个不同的模块没有关联所以微信自己跑出来讲，说我技术升级，说我暂停，说
这个他唯一是让大家觉得有点疑惑的是，他告诉大家我8月份恢复，也就是说这个外力已经给他一个承诺，让他可以8月份恢复，这个只是这个而已，就肯定一点，没有一个平台会自己把新用户注册停下来，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停止新用户注册一定是外力造成的，而能够给这个给微信、给腾讯这么大外力的只有一个机构，谁啊？网信办。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停止新用户注册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举措，就是一个惩罚方式惩罚方式我们举例滴滴最新发生的滴滴出行和滴滴的25个 APP 下架，所有的都停止新用户注册，是第一个吧大家知道吧？第二个，今日头条从去年9月份网信办已经让它停止新用户注册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运满满、货车帮、Boss 直聘这个网络安全检查、网络安全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这第三个。第四，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哔哩哔哩、映客直播、CC 直播、风波直播、欢乐直播、花椒直播、西瓜视频、全民小视频10家网络直播平台存在传播低俗庸俗内容的问题，网信办约谈去年10月份的事情，暂停新用户注册，限期整改你可以看到很多它都是停掉这个新用户注册，可见停止新用户注册是网信办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它为什么要用这个工具？有什么特点？这个工具有第一个，给对方一个不轻不重的打击，一上来就把你的新用户注册停掉，就上来先给你来一巴掌，但不打死不至于打死你，就不让你新用户注册，你没有增长，对一个平台来说那是个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又不让你发展，又不把你打死，它是一个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橡皮子弹但是橡皮子弹你连打10枪你试试，你也扛不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措施跟很多措施不一样，这个措施是一个可持续的措施。你比如说今日头条从去年9月份就给它停掉了，就不让它弄不让它这个新用户注册，不让它新用户注册意味着什么？那它是个可持续的，你看持续到现在，去年9月到现在都大半年多少个月了，对吗？所以它是一个可持续发生。可持续发生的目的是什么？给对方压力，不断的给对方，因为你想一下，你要是一个平台，你发现你的新用户注册停掉了，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希望它恢复怎么恢复？你就要做点事情给我看，我不说，你做给我看。这就中共就很善于干这种事情你的表现我今天做一点，你看看这个事情行不行？这个还行，那继续你还得做一点，你就被他捏在手里你得他满意那这个满意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对你的控制更强，他才会满意，他满意的结果才开放，所以就基本上用这种方式给捏在手里。那你可以看腾讯的微信停止新用户注册什么意思？第一个，那就是告诉腾讯，你别以为跟我关系不错，我该捏还得捏。当然腾讯跟阿里有点不一样那么腾讯跟党跟得紧我举个例子
腾讯目前党支部14个，党总支14个，党支部275个，党员11000名，公司党委11名委员，纪委3名委员都是企业高管，另外还有10名专职的党务官员，还有724名兼职的党务官员。你想想看，这个腾讯跟党跟得紧吗？所以呢，你看啊，腾讯跟阿里是有区别的啊，区别的，就是说中共经常是用这种方式啊，这个我对这个稍微的近一点，这个远一点，不断的用这种方式让你有差异感，差异感让你们去竞争什么？竞争向我表忠心啊。那所以呢，每次打板子呢，你可以看阿里打的最重，腾讯打的比较轻啊。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人脉的关系在里头，但是呢，毫无疑问，中共对待腾讯跟对待阿里是不一样的。不过，中共的政策有2点，大家记住，这个很重要。不管你是什么企业，你都搞清楚，中共的政策有2个特点。第一个，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它永远是在团结多数。实际上讲的好听一点，讲的好听叫团结，讲的不好听就是稳住。我要动手打人呢，我不会打一堆人，我只是在这一堆人挑出一个我认为最恶劣的，把它拎出来，叫典型，打典型，拎出来，其他人稳住啊，你们都是很好的，你们没有问题，那这个有问题，拎出来打给大家看，啪啪啪打，其他人就站在旁边看，这是他的这是中共的一个叫统一战线也好，各种策略啊，永远他就是这样。明天呢，再换一个人出来继续打，在其他人稳住啊，我再打。所以呢，打一圈全打完了，一圈下来全打完了，就是这样。中共就是永远打那5%的不用多，你自己数一下，打20遍就全打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抓住问题的核心和事物的本质。中共天天强调本质，什么叫本质啊？本质就是定性，本质就是定性啊。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当年定成分，一套，根据这个条件一套下来，你们家地主，你就是地主。定性是什么？定性就是你们家一划成地主，你永远是地主，改不了的了。不管你是去献福财，你还是把土地献出来，还是把这个劳动工具献出来，你做什么动作没有用，你就是地主。我们的政策，地主全部枪毙，你干了这些事情没有用，全部拉出去毙了，这是中共的特点。但是呢，毙呢，我不全毙，一次性全毙那不行，那我还得玩一下，猫抓老鼠还得玩一下。我先毙那些什么？先毙那些死不交福财的人，地主，哐一毙啊，这是那些地主全交福财了，交了福财是吧？那我就毙那些不交土地的，一毙啊，就赶紧去全部都交土地了。那我就毙那些不交生产工具，牛不交，这个犁不交的，那就毙了。最后怎么样？最后其实还是全部都毙了。但全部都毙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财产我全部都拿到了。中共就是玩这种东西，他很擅长，天天琢磨这些事情。那其实对于腾讯和阿里来说，他们有三个，他们的定性来说有3个特征，一样的，这2个企业是一样的。第一个叫海外上市的私企，有外资股份啊，第一个对吧？一样的吧，都是私企吧，都在海外上市吧，都有大量的外资股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垄断性的互联网企业。那个阿里有支付宝，有这个蚂蚁，有这个淘宝，还有
阿里巴巴整个集团很大，垄断性的互联网企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关键性的基础设施，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平台，这个平台基本上跟基础设施是没有区别的，他们三个特征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中共怎么收拾阿里，就会怎么收拾腾讯。我们讲最终一定是怎么收拾阿里就怎么收拾腾讯，只不过在时间、空间、方式会不一样，不会同时干，但会可能先后后的干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中共的政策是拿捏的死死的。所以马化腾千万不要抱有幻想，抱有幻想你就会错判形势，你可能会，如果你错判了形势，你比马云还要惨啊。我们时间还有多少？还有时间，我们讲讲网易。我们讲第三个主题啊，这是第三、第四啊，我不管了啊，讲讲这个网易。网易新华社发了一条稿子，讲这个网易在这个和这个谢尔曼26号在天津会见这个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的时候，就如何管控分歧，防止中美关系失控，提出3点要求，明确3条底线啊。3条底线我念一下，这3条底线很简单啊，就是他后面有说明我就不念，我只念3条底线啊。第一条底线，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这是第一。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个，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这个王毅这个话呢就很硬，也很直接啊，这个很少，中美之间很少发生，就是说中美之间很少有这么直接亮底牌的啊。那当然，你可以看这次中美之间，谢尔曼去中国，中国是把剧本写好了，然后按照剧本来演啊，就是先让这个谢峰啊出来这个吹风啊，先是不让这个谢尔曼见这个更高层的，最后呢就说见王毅，但是呢还是让谢峰跟他谈，主谈是谢峰跟他谈，就把他这个层级压低，然后就具体的谢峰谈，王毅谈原则，基本上是高低搭配啊，基本上这样啊。那显然，然后就边做边演啊，演给谁？演给内宣看啊。内宣看就态度很强硬啊，新华社稿子写起来非常强硬啊，让中国国内的观众觉得，你看我多牛，我很厉害啊，我给美国划线，我给美国来划线啊。其实呢，今天我的题目是王毅凭什么给美国划线？你以现在中美之间的外交态势来看，王毅的这个表演非常可笑。因为第一，你看中美之间实力就不用讲，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实力，从经济，我们先说经济，到军事，到地缘政治，到外交，到政治，到国家治理，到这个民众的这种凝聚力，无论从任何层面，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非常的巨大。中国不可能去挑战美国，没有条件去挑战美国。中国也天天在喊，我们没有意图挑战美国的地位。你天天都在喊，你凭什么给别人划线？要划线也是美国给你划线，对吗？所以这是显然这是一场表演。但是他为什么要做这场表演？除了宣传以外，我觉得宣传是搂草打兔子。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就是中国也要保持一种对抗性的行为。
那么既然你美国是要说你的关注、立场和关切，我也讲我的立场和关切，把话说的前头。因为拜登政府的思路是什么？拜登政府的思路就是我把所有我不想你干的事情我都告诉你，同时我把我想干的事情我也告诉你。告诉你之后呢，我们就沿着这条线走。你要是过来的话，我就强力反弹。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思路是什么？思路就是我给你其实是美国已经给中国画好线了，就是在布林肯3月份已经不断的在表达美国方面的，我认为这几条线就这几条线已经讲过了，美国就是这么干的啊。然后就是你只要过了这条线，我就打到你疼，你回去为止。然后呢，继续往前走。我们该合作合作，讲是讲该合作合作，但其实没什么合作，口头上说而已啊。那么中国呢也发现美国这么干，我也这么干，但是问题在哪儿？问题是王毅把这3条线一说出来，一不小心就漏底了。为什么？你可以看这3条线，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其实我们根本上来看，他给美国告诉美国有3件事，拜托你不要搞我。第一个就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第二个所谓的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你就是不要断我活路。你想一下，中国最怕什么？中国最怕脱钩。为什么？美国市场是中国外贸盈余的所有来源。中国一年大概有5000亿美元的外贸盈余，这是中国挣到的钱。中国挣到的钱全部来自美国，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外贸盈余加在一起，其实核心的全部来自美国。所以美国要是跟中国脱钩，中国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呢，中国的活路其实还是握在美国手里。你想一下，科技的来源来自于美国，人才的来源来自于美国，然后外贸盈余来自于美国。如果美国真的要去跟中国脱钩的话，当然美国有很大的损失。美国愿不愿意干？如果美国是一咬牙一跺脚，你真跟你脱钩了，你也没办法，你就没有活路。所以第二句话其实讲的是什么？不要断我活路。第一个，不要颠覆我的政权；第二个，不要断我活路；第三个才是什么？第三个才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而且没有拿出来讲，直接放到什么？放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里面去了。直接这个第一行是没有台湾问题的，这个不一样。这跟原来这个叫什么？川普时代不一样。川普时代上来就是什么？台湾问题，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台湾问题放在第一，这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中国的核心利益，领土完整，台湾问题。现在他已经排到了第3位，而且第3位第一句话都没有，后面才有表述的。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你想川普时代上来就是台湾问题，后面都不说，后面不说。但现在就台湾问题放到第3的里面，因为美国早就跨过去了，美国已经早就跨过那条红线很久了。那怎么办？我再说那条红线，那不是打自己脸吗？对吗？那怎么办？那就放低一点嘛，就等于是我画了一条红线。你过来是吧？过来呢，我就毅然决然把红线再往后画一点呗。其实真正的情况就是这样，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就是没有实力嘛，没有实力他怎么这么做？大概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要画这3条线呢？这3条线，第一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共现在的恐惧。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他真的有恐惧了。恐惧什么？第一个，
担心你推翻我的政权；第二个，担心你干嘛？断我活路；第三个担心什么？担心你真的给我搞一些分裂，搞分裂已经放到第三了。这就是王毅这个划线，这叫划线吗？这不叫划线，这其实是什么？这其实告诉你我的底线，不是给你划线。美国是告诉你我这个不行哈，这个不行哈，这个不行哈，我是具体的会有具体的动作的。你这不是划线，是告诉你底线啊。你要是碰到我的底线，我没法退了，就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王毅我们就说这么多吧，就不再展开了啊。时间我们已经超时了吗？已经1个小时了吗？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已经超时，今天超时太多了啊，抱歉啊。明谢 Patrick 长，谢谢三根铜，谢谢铜山七凤，谢谢古味配，我不知道怎么读啊，谢谢并谢谢，恭喜台湾举重选手郭幸存举出台湾第1面金牌，王老师也是我心中 YouTube 的金牌，谢谢我今天就不念太多了好吗？我简单的说一下观点。作为一个老体育迷，国内这种打鸡血方式拿金牌一定走不远历来都是靠女子项目突破，即使举国体制投入非常大，也丝毫比不上当年苏联和东德的辉煌。换句话说，同样玩作弊大法，投入还是别人的几十倍，还跟别人不在一个水平上，其实很丢人现眼，只不过很少人这么横向对比罢了。团体运动就更不用说，看看曾经看不上的日本足球，现在个个都酸得要死，人家已经全员洲际级别甚至世界级别，所以打鸡血终究是没有用。为什么老是女子可以突破？为什么？因为可以用男队员去比赛要不为什么去骂别人，说别人那个照片拍得不好，拍得很丑是泄露了吗？观点：中国大陆的运动员与西方国家的运动员真心如网友所说，就是运动特种兵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特种兵还打不赢其他国家的运动员，真心可悲。你想想看，就算我们说昨天的这个我们叫中国弃婴这个江西九江的一个弃婴，他拿到金牌，他是不是从小按照体校这么上去？没有啊，他也拉小提琴他还打别的球他还有医学他还有其他的人生体育只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变成了一个特长，他现在是他的特长，但他不是他的人生全部。中国的运动员是什么？他人生只有这一样东西，这是什么？这完全不一样那么还有什么？我们还没有讲，大家可以在我们搜一下兴奋剂这3个字，你看一下中国兴奋剂的问题。中国的兴奋剂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西方国家有兴奋剂有，它是什么？它是为了挣钱所以运动员打这个兴奋剂，那为了得到好成绩能够挣钱对吧？中国的兴奋剂不是，中国的是国家组织的，政府组织的，有系统的，有队医，有医疗团队帮助仪器去用兴奋剂，是这个情况。你看看游泳队现在是什么结果？游泳队自从发现之后，你看现在结果是什么？钟南山的女儿就是中国第一个游泳运动员被抓到服用兴奋剂并且竞赛的运动员，就是钟南山。所以你想一下，中国的体育
观点：中国体育培养的目标是小巧男女少，以举国体制培养的职业运动员、田忌赛马、他国的业余选手，能拿成绩的领域绝大多数是没有或者是体量非常小的商业联盟。如果对上培养其他国家的商业体育联盟出来的职业选手，如篮球、足球、田径、网球等，根本没得看。非常对啊，非常对。情况坐标英国，英国跳水王子戴利4次参加奥运会，这次和队友打败中国，终于斩获金牌，又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利于个体发展的例子。戴利早年出柜，2017年和大20岁的同性恋丈夫结婚，随后通过代孕迎来自己的孩子。这任何一点放在中国都难以想象，不仅连国家队的资格都没有，还会被唾骂。观点：中国的运动员其实是在成长过程中见识了最黑暗丑陋的现实。比较有思考能力的少数人也会对中共的本质有所认识，郝海东夫妇和劳力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但运动员文化知识接受少，又限制了他们的思考能力。对啊，中国运动员怎么会有文化呢？都不让上课，因为他就上体校，体校根本没什么文化课。他不是接受知识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完成基础教育。大部分的中国的运动员没有完成基础教育，这跟西方国家、跟正常国家的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有点像什么斯巴达克的战士啊。情况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球迷群聊比赛，看体操时，有人说美国小姑娘学体操特别多，有人补充美国体操馆有上千所。我们又拓展到美国各种比赛及 NCAA， 都很羡慕美国的小朋友们从小可以参加学习各种体育项目。我接触过美国体育的青少年教练，非常注重孩子的兴趣，和国内3从1大苦字入手天壤之别。这就没办法比啊，这真的没办法比。你要讲体育，理论上来说，中国人都得垫底。为什么？中国人对身体是鄙视的，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四肢发达就头脑简单，只要是四肢发达你就头脑简单，所以中国人很鄙视身体很强壮的人。中国人的观念就是鄙视身体强壮的人。但你跟美国不同，美国的小孩子从小就是体育，加上放学之后全是打球。你去看一下美国的这个小学、中学，放学了全是在打球，球场各种球场，中国没办法比。美国的体育靠什么起来的？美国的体育靠美国的这些学生强壮的身体起来的，不是这种各种叫揠苗助长起来的。所以这个如果就讲平常的实力，不要去准备，突然拉一堆孩子去比赛，你试试，中国不垫底才见鬼了啊！情绪之前一直以为大家都像中共一样推职业运动员出来比赛，因此还纳闷其他国家选手竟然会读硕士博位，读硕博学位，国内就没有听说这种事。今天看到台湾郭幸存介绍视频，他提到举重和比赛时笑得好开心，让我们这种从来不看比赛的人都有兴趣了。前几年傅园慧就是因为表现得很真实，突然在网上爆火。我们需要可爱真实的运动员，而不是愁眉苦脸的夺奖机器人。非常对。体育是什么？强身健体，兴趣爱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公平。所以中国的竞技体育，中国的奥运体育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宣传，讲的是公利，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国家投入。所以这个跟体育精神是完全背离的。所以我是觉得奥运会的改革方向是什么？我认为奥运会如果真正的要体现体育精神，就应该取消国别。就是全世界的人，你报名嘛，全世界不分国家，过了这个线
全部都能参加比赛就可以了嘛，这才是体育精神嘛。你说什么国家代表队，什么中国代表队、日本代表没有，全是以自然人的身份报名，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你说是不是？你靠国家的力量算什么本事？别人一个老师平时当老师，这会儿来跟你滑雪比赛，结果你是一年365天，天天泡在这里头，别人只是比赛前2天平时滑一下，比赛前2天训练一下，你怎么比赛？你怎么能够跟别人比？这公平吗？这个根本不公平嘛。观点：体育比赛就是竞技，有竞争，同时也有观赏性。输赢对运动员很重要，但对正常的观众更重要的是欣赏了高水平的比赛，而不是只看重谁得金牌。所以你可以看中国运动员在竞技场上，他的态度是什么？这个大家区别很大。你可以看那昨天的100米蝶泳比赛，3个得奖的运动员上来，每个人伸出一只手，为什么？他们写了个鼓励的话，伸出手，鼓励什么？鼓励在那个没有参加比赛的那个，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参加比赛的那个运动员。这就是他们的态度。这是个 game， 这个游戏，我们一起来参加，谁厉害啊？我厉害，我赢了，高兴，哈哈哈。仅仅是一场游戏而已。但是中国不是，你看中国运动员那个表情，他的对手就是他的敌人，他的眼睛里面有什么？你看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拍得很近，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运动员里面的眼睛里面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仇恨。他把他的对手当作什么？当作他跨越的障碍，他跨过他的阻止他达成他目标的障碍。所以你可以看，从中国运动员的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仇恨。它不是体育，这不是体育。情况昨天与国内某教育机构的管理层通话，他说这次变化还不像以前，一家公司倒闭了还能去另外一家公司，这次是整个行业没了，工作没地方找，而且年龄已经40岁了，非常焦虑不安。情况坐标福建福州，教培无论体量大小，每家押金20万以上，放教育局的监管账户，是永远不能动的。而且早说 K12 不能做，也就不交了，偏偏收了60万，照样关停，大家哭惨了。提问：网络教培行业没落，私教的土壤必然上升，请问王老师，私教的教育水平由谁界定？又有什么标准对私教进行考核？你怎么知道私教就会上升？私教会不会一起团灭呢？你觉得私教就不会团灭吗？那你还是对中共不了解。提问：请问王老师，香港恒生指数暴跌，是否外资开始撤离？为什么为可能到来的金融核弹做准备吗？那我不知道。外资有没有撤离？外资肯定在撤离，但是是不是有金融核弹在后面，我不知道。观点：不是外国资本学习中概股，而是中共学习美国股民和美国中概股。这次损失最惨重的是美国投资者，错，这次最惨重的是中国投资者。中概股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是2类，一个是中国的投资者，一个是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但是其实呢，中概股在前一轮外国投资者已经走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就是等于清仓了。中国投资者在5月份又回去了一部分，所以为什么损失惨重就在这儿。观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都面临法律诉讼并退市，退市前会有一波大涨，大涨的原因是股民买入等索赔。你想多了，那是 A 股的逻辑，中概股的逻辑未必是这样啊。为什么？小心马上就要诉讼了，你还大涨，
谁跟你玩啊？提问，请问王老师 ，TikTok 会不会跟汇源果汁一样，在政府的折腾下，海外上市不成，被外国企业收购也不成，最开始走下坡路？TikTok 在海外发展还不错吧？没那么跟汇源果汁不一样。汇源果汁当初他卖给可口可乐之前，他的老板帮这个汇源果汁化妆，化了一轮妆，哎，长得还不错，很不错的样子，然后就卖给可口可乐。可口可乐一看，可口可乐知不知道？当然也知道，但是呢，可口可乐觉得我把它拿下，我就没什么人来搞我了，所以可口可乐愿意买，这是跨国企业的通常的做法。他知道不值这个钱，你明明30亿，你非要我100个亿，我多给你就多给你，但是我以后我马上就回来，所以他只要把上下游一打通的话，他产生的利润是非常清晰的线路，他算得了这个账一算就很清楚，所以他愿意。但是呢，你这个政府一不批准，它是化妆出来，汇源果汁没那么厉害。中国的这个果汁行业其实很难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果汁行业那么难做吗？中国的果汁行业都是比什么呢？比底线谁更低，理解吗？你比如说像日本它很清楚，你果汁上面有切开的水果放在上面，一个梨切开的啊，那里面就一定是纯果汁，不是饮品。它有规矩的必须纯果汁。那你上面有个梨，但是没切开的，那就是饮品，就是调出来的口味很像梨的，但里面可能就没有果汁。他很清楚，中国没有这个底线，中国没有规矩，所以果汁行业是比赛谁的底线更低的问题。那你想想，汇源果汁这个行业老大，你到底把底线定多低呢？就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他很难做。所以当他化妆术一没有了的时候，他就开始赔钱卖。然后这个老板还被国企忽悠一下去投资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事情就跟国企，就是说与虎谋皮嘛。政府中共这个玩起这些东西来，不把你玩疯掉，他还想占国企的便宜，那怎么可能呢？与虎谋皮，结果汇源果汁也没了。提问王老师昨天有提到讲为什么美国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后来就没有讲，如果可以请王老师解答一下。我漏了后面那句话，我是说你可以看拜登政府没干啥，没有直接对中国干过任何一件事情，除了香港这些所谓的制裁，这制裁没有，如果从两个关系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没有具体的动作，这个是没有疑问。但是你可以看他围而不打，不断的拉帮结派，效果反而更明显。为什么？你看中国一下孤立起来了，中国孤立的后果是什么？自乱阵脚啊！就是说中国其实不用打，你打他内部还团结了，你就围而不打，他自己乱掉不是更好吗？大概我昨天想说的话是这个意思。你可以看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中国不是刀刃向内，对着自己最先进、最发达、最有效率的行业进行全面搞乱吗？那不挺好吗？你都不用制裁他自己天天在制裁自己。你本来说我要制裁一下阿里巴巴，我要制裁一下腾讯，都不用制裁。你看之前川普政府还说要制裁腾讯，把这个微信赶走，你不用赶走。你看这网信办直接让微信停止注册新用户了，这不挺好吗？我意思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情况我和我先生是上海出世，我在台湾长大，他15岁才由中国出来，我们在美国待了50年，在过去20年里，先后接待了400位短期和长期放射科医生在美国大学进修，完全没有收费。然而在过去10年里，直到疫情，
每年去2次以上，在中国各处教学，去郑州 N 次。昨天听老师念几位受难家属的感言，忍不住痛哭一场。郑州最大的医院放射科回应，虽然大家性命安全，但最珍贵的诊断机器完全泡汤，欲哭无泪。OK。情况给王老师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妈妈是红二代，资深粉红，这2天给她讲新疆问题、疫情问题和郑州水灾，成功把她洗清醒了。其中您做的视频起了关键的作用，谢谢王老师谢谢你，恭喜你明谢 Richard 胡，谢谢王老师。这2天资本圈都在私下讨论，是不是中国不欢迎外资了？哈哈哈！中国一直就对外资的就是需要的时候就欢迎，不需要的时候就赶出去就这样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